大家好，我是怡媛。玩家社群反馈6月的终于出现了，这一次也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官方整理这么多的问题，所以今天的影片可能会比较长一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收集到的问题呢，到底是实际有用的问题呢，还是一些废话。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奥林匹亚之巅的模式应该只接受单人模式，而不是团队模式，或者是移除奖励。不过你们可以明显看到官方这一次做了功课，可能是知道我会去找这个是哪一个玩家写的，有多少个赞官方这一次写了这个是哪一个玩家写出来的问题，然后有多少个赞啊？这个有115个，还不错。官方答复：谢谢你的建议，我们正在内部讨论如何在未来的更新中优化奥林匹亚之巅排名模式，我们将继续收集更多来自玩家的反馈，所以这个问题还是一样没有得到解决。第二个问题，第二个玩家写的有点激动他讲让重置功能也加入征服赛季，107个玩家赞成。他说不能因为新手玩家投资错统帅就让他们有重置的机会。至于老玩家为什么没有给奖励，我们在某些时候也是投资错统帅了，至少要给我们一次重置统帅的机会，即使是征服赛季之前的统帅也好，请给我们带来一些正义，请让征服赛季的玩家有重置的功能。官方答复：他们知道重置统帅对老玩家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打算让征服赛季的玩家重置统帅的功能，因为他们想要维持游戏的平衡性。他们认为比起那些投资在不同兵种的玩家来说，单一兵种的玩家会影响到游戏的公平性。然后下面只是官方说感谢你的反馈之类 blah blah blah。那我觉得官方所讲的可能就是我之前有讲过嘛，我玩单一兵种的玩家呢，其实镜头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假设官方是给我们重置镜头的话，有可能我把一些旧的统帅，比方说我不要铁木真，不要曹操，不要袁立金的话，这些统帅加起来镜头就非常多了，直到下一代新的骑兵出现为止，所以我的镜头是比一般混兵玩家还要更多。混兵玩家就算拿去重置了，有回收镜头，有可能投资在其他的统帅上面，就变成他们的镜头可能就没有这么多了。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好吧，其实不影响很大我反而觉得官方不让我们重置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你们自己想一下，假设那些旧统帅全部可以重置的话，谁会去转轮盘？没有转轮盘就不会消耗宝石，官方那边就不能赚钱了。所以说来说去还是官方的利益问题啦。第三个问题，这么感觉这个问题好像在之前有问过这样子。改变远征模式，玩家到达一定等级之后，埃塞尔就已经觉醒了，基本上也是已经没有用处。还有远征商店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帮助到账号成长。增加更多挑战性的关卡，改变远征商店，或许也可以根据玩家所处在的赛季而决定。那么下面的答复也是一样，他们并没有打算要改变远征商店，也没有打算要改掉远征的模式。他们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远征商店你们不满意的地方，是不是因为里面的奖励太少了，或者你希望有更多的模式，欢迎在 DC 那边跟他们联络。这个玩家不是已经写了吗？他都已经讲了，商店没有任何的价值可以提升他的账号，也有提议改变远征的模式，为什么官方好像看了等于没有看那样子的？接下来这个问题是相信很多玩家都问了很久的问题，博物馆什么时候增加亚历山大官方这里呢是已经跟我们讲了，他们计划在下一个新的统帅发布之前添加到游戏里面。那么官方的新统帅呢，我预计是8月9月才加入了，也就是讲8月9月之前他肯定要加入了。不过我这里不确定他讲的新统帅呢是新的骑兵统帅呢，还是讲下一个希腊的统帅。各位观众，你们就把这段话接下来，如果你等到新统帅出现之前都还没有加入博物馆的话，你可以拿这个截图去骂他们了。第5个问题是讲关于聊天室的，停止取消我已经关闭通知的聊天室，停止向我发送已经关闭聊天室的通知，允许我们直接关闭或开启失落聊天室。官方答复会检查问题，检查是不是有些聊天室已经静音了，还是会持续发送通知，并且他们也会考虑在失落聊天室中增加关闭或者是开启功能。其实我对这一点不是很重视啦可以说我是几乎没有去看了。第6个问题，哇，这个问题有点长回复也是有点长可是这个问题也是我想要问的问题。这个玩家说削弱塞罗利的危机最高难度，每次要花好几个小时才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团队，运气要非常好才可以打败每个 boss， 应该是让人觉得有价值而不是让人沮丧，甚至有些技能觉得很好笑，比如附近的盟友造成的伤害让你在泡泡的时候束手无策。这个应该是讲凯拉那个技能就是你会自动爆炸，
当凯拉放大招的时候，你们就必须要去泡泡那边躲着，刚好你有个队友他要爆炸，然后全部人一起中招。官方答复：感谢你对赛罗利的危机等级提出意见，他们能理解有时候挑战会让人难以承受，并可能导致一种挫败感。然而我们目前对维持难度水平立场是基于我们观察到的整体表现数据。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显示完成赛罗利危机中最高难度水平的玩家远远超过预期哈，这使我们相信这个挑战是有目的的，并且迎合那些寻找高水平游戏的人。然后下面全部都是废话来的。其实我觉得啦，他要保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你可以让一些玩家已经玩过这个等级了才可以打这个等级嘛。我试过打赛罗利的危机，找一些大佬，我认识的大佬组队，每一个关卡都是一次就通过了。但是我在路人匹配的时候遇到一些白痴，我不懂他们是不是没有玩过，怎样打怎样跑位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官方呢，如果要让那些玩家玩传奇模式的话，至少让他们地狱模式通过了先，至少完成3次吧，好不好？至少知道怎样跑位吧，才来玩传奇模式，不然我很浪费时间了。真的打这个赛罗利的危机会花我整个小时，不是说我打不过，而是遇到一些脑残，白白浪费了我的时间。第7个反馈，希望增加拒绝好友请求的选项，要么接受好友，要么就忽略。这个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啊，确实啦，现在接受好友也只能接受而已，不能拒绝了，你只能慢慢等到它过期而已。官方答复他们会考虑，希望未来的计划中纳入这个更新。第8个反馈，希望官方增加万国觉醒 API， 允许各王国获得统计数据，比方说击杀和阵亡。大多数的王国都会这么做，要么就是手动，要么就是机器人，据说还有付费的。他这里还有提出另外一个方案，就是让一些国王或者是阿斯可以导出一些文件，可以让他们看到统计数据。官方答复他们收到各王国跟负责管理层的反馈，他们能理解收集王国和联盟数据的工作有多么重要，因此他们正在研究数据分析的相关功能。哇，这个东西确实是等了很久，我是希望官方可以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其实你讲真啊，这个东西应该要提早做出来了，到现在已经快要5年的时间都还没有搞出来。我看其他的外网都做得比官方还要更好，假设有官方版，而且他们的数据一直在更新的话，我觉得也是不错的。第9个反馈，哎呀，也是一样，奥林匹亚之巅的，他希望重新加入奥林匹亚之巅商店，或者是降低非排位赛季目标。目前排位赛模式由于有2个小时的限制时间，感觉限制性太大，似乎大部分的奖励都取消了，这让休闲的奥林匹亚之巅玩家感到沮丧。策划答复，你的建议已经收到了，虽然我们不打算在不久的将来重新推出奥林匹亚商店，他们目前正在寻找其他的方法，可能会加入赛季性的目标奖励，这点有玩奥林匹亚之巅的观众可以留意一下，反正我是没有玩的太浪费时间了。第10个反馈，哇，这句话我要怎样翻译哦？就是你在征服赛季的时候，如果你在领土上是不能被烧的，但是你在王国里面是可以被烧的。这个玩家是希望官方可以更改原本王国的规则，在自己领土上不会被烧。有些玩家他们会去扫人家的城市啊，会去打人家城市这个确实啦。官方答复他们也是有收到不少的玩家说流氓挟持了他们整个王国，为此而感到无能为力。不过你可以放心，我们正在开发类似驱逐的功能，让国王可以控制这种破坏的行为。你可以期待 1.0.73 版本的更新。昨天看到有一个问题是官方确认之后会更新啊，前面都是反驳，都是不同意的。第11个问题也是有观众反馈跟我讲了就是官方自从上一次更新之后呢，你的攻击、防御、生命全部都是同一个颜色，哎呀，真的是吐了。这位玩家是希望把原本的颜色调回来，因为之前可以分成3系，你可以看到比较清楚一点。策划答复他们最初改变这个颜色是为了更容易去理解，使游戏体验更加顺畅。我们确实承认这个变化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他们正在不断的评估玩家的反应，如果这种颜色会导致到玩家困惑，他们将重新审视这一变化。那么先不讲更新之后的事情我们讲更新之前有玩家去反馈这件事情吗？我想问一下，是谁去反馈这个白痴的问题啊明明之前那个方法就很容易看什么生命、防御、攻击很容易看，颜色可以区分出来，但是现在改了之后，哇，骑兵全部一个颜色，步兵全部一个颜色，工兵全部一个颜色，我看到我头晕了不过也有可能像官方所讲的，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去慢慢适应，可能适应之后就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跟之前差不多而已。第12个反馈，请修改奥西里斯联赛资格赛的阶段淘汰赛。他这里说有可能这一场你没有办法打赢，但是下一场有可能你可以打赢。
这个系统非常不公平。他说可以参考足球赛或者世界杯之类的。这种情况下，一个小组的第2名与下一个小组的第1名进行比赛，这样一来 A 组第2名可以证明如果他们在 B 组就会赢，这给了许多玩家晋级下一轮的机会。即使联盟分配到不公平的比赛，官方答复感谢你的反馈跟建议，我们已经把你的话传达给策划了。虽然我们目前不打算调整当前联赛的竞争体系，但是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我们继续会收集像您这样子的反馈，并努力对奥西里斯联赛做出改进。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一样被驳回了。好吧，最后一个问题，可能需要通过申请才可以控制已经死掉的联盟，因为我们需要农场联盟。其实他这个反馈我不是很能理解他在讲什么东西啊。官方答复：感谢你的反馈，我们正在积极探索管理死亡联盟的解决方案。那么以上就是6月的玩家社群反馈所有的问题了。虽然这一次的问题确实是很多也是有问到一些建设性的问题，但是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反驳的。那这一次呢，至少给我感觉官方是有在重视这个玩家社群反馈啊，有讲了哪一些玩家提出的，有多少个人赞同。有可能官方在偷偷看我的影片呢我时常会去做另外一个版本1元版本的玩家社群反馈，他就是看到我会去做功课，所以自己也是下了功夫。也有可能是上次我妈他们选的问题全部都是一些废话，所以他们这一次选的问题都还蛮认真的。至于各位看了这一次的玩家社群反馈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期再见。